你好，这是流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，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烤面包，用可口可乐来制作面包，但是呢，这个做法不一样，我们不用烤箱烤，而是呢用平底锅来做。如果你家里没有烤箱，只要有平底锅，一样能做出非常蓬松的可口可乐面包。真好吃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首先来和面，5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5克糖、5克酵母。糖能够促进酵母发酵，盐粉能够增加面团的筋性。用硅胶铲先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打入2个鸡蛋，用硅胶铲先将鸡蛋打散，与周围的面粉充分搅拌均匀。鸡蛋能使烤出的面包更加蓬松、好吃，口感好。再加入200毫升室温水，用硅胶铲搅拌成絮状。干面粉遇到水以后，组织结构开始变化，开始形成绵筋。这是 1.5 升原汁原味的可口可乐，量取200毫升可口可乐，加入到刚才的面盆当中，用硅胶铲和面粉搅拌混合。可口可乐里边含有咖啡因，能够增进人的食欲，并且可口可乐的清爽味使烤出的面包的口感非常好。这个配方用到的液体量特别大，可以直接将液体倒进面粉当中，用硅胶铲搅拌，不用下手揉面，手也不能沾面，直接用硅胶铲搅拌就可以了。搅拌一会儿看不到干粉以后，我们再加入30克植物油，用硅胶铲充分搅拌。加入食物油能使烤出的面包香气十足，口感特棒。用硅胶铲搅拌的时候，一会儿你会感到手脖子很累，这时候可以休息一会儿，再接着用硅胶铲搅拌。这个搅拌就像我们揉面揉手套膜一样，是必不可缺少的一步，所以要坚持。想想面包的香味，你就浑身来劲儿了。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表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干粉的时候，我们的面糊就搅拌成功了。这时候用筷子将硅胶铲上的面粉夸下来，盖上盖，下面醒面1个小时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的面发好了，你看体积明显比以前增大了，是 1.5 倍到2倍，底下能够看到明显的蜂窝状。这个时候用硅胶铲通过搅拌的方式给面团排气，搅拌2分钟，排出面团当中的大气泡。这样做呢，有利于2次醒发，使做出的面包更加蓬松，更加香甜。接下来在平底锅刷一层油，然后把我们搅拌好的面糊倒进平底锅里边，准备进行2次醒发。平底锅是今天的主角，它代替了烤箱烤面包，我们要用平底锅来烙面包。实际上平底锅烙面包要比烤箱烤面包更好，烤出的面包更好吃。因为烙面包不但是烤面包，而且还有蒸面包，所以说平底锅烙面包实际上是烤加蒸2种工艺混合在一起。烤出的面包呢，外表酥脆，内身软软的，
口感特别好。面糊倒进平底锅以后，我们用筷子把面糊整整形，让面糊均匀的、充分的充盈到平底锅的每个部分，然后盖上盖进行2次醒发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平底锅的面糊体积变成了这么大，完成了2次醒发。下面我们点火，开始烙面包。这里呢，一定要用极小火，绝对不能用中火或者大火，因为很容易把面包烤焦。在烤面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首先准备一个大盘，上面刷一层油，目的是为了面包翻面的时候好用到。小火烙5分钟以后，下面我们开始翻面。这时候就用到了刚才准备好的大碟子。翻过面了以后，再把碟子里的面包放进平底锅里，继续开始烙。沾到碟子里的面糊，用硅胶铲再抹到面包上就可以了。上面淡淡的刷一层油，使下一次烙的时候呢不容易糊锅。接下来的40分钟就是每隔5分钟翻一次面。我这个电磁炉一共12个档，我设置在5上，每隔5分钟翻一次面，效果还不错。用平底锅烙面包就是有这个缺点，就是人离不开灶台，要时时有人在看着，每隔5分钟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面。如果用烤箱烤的话呢，设置好时间以后，人可以离开去干别的工作。40分钟之后，面包基本上就熟了。怎样判断熟不熟呢？可以拿一根牙签插进去，拔出来的牙签没有液体粘出来，就说明面包里边都已经熟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，将面包盛出来。这样虽然没有烤箱，用平底锅我们一样做出了蓬松美味的面包。这个面包拍完视频以后，我儿子和他妈一会儿的功夫给抢光了，我只尝了一小块。他们说的确是好吃，虽然心里知道吃多了会发胖，想减肥，但是实在是收不住，吃了一口又一口。刚出锅的这么蓬松的面包，的确让人收不住啊！来看看，可口可乐面包做好了，你看这颜色多好看啊，真好！厨房满满的面包香味，还有可乐的清爽味。我们来尝一尝啊！你看，外皮酥脆酥脆的。真好吃，外皮脆脆的，和烤箱烤的一样，内心呢软软的，比烤箱烤的要软。因为这个平底锅啊，因为盖着锅盖，它有不但烤，它还有水蒸的那个成分，所以呢比烤箱烤的要软，内饰要软，但是外皮呢因为有油，所以呢它一样脆。你看，真脆，小麦的香味儿，可乐的清爽味儿，真是越嚼越香，太好吃了。如果你家里啊还没有配置烤箱，你就用我这个方法做，真好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真棒。好，请你来吃可乐面包。不好意思啊，每次都是我吃，你看这个做法真是好，
如果你没有烤箱的话，一样按我这个方法能吃上美味的面包。好，谢谢你的观赏和陪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